屍體的樣子為何如此怪異？因為屍體原本藏在龍王像中。少卿请。快到了！知道，是这儿吧？是。今日辰时，有几个船老大来拜神。快点！拜！哎，我告诉你们几个，那几个小子别再让我碰见他们。啊，什么了不起的？再碰上我，非得给他们好看的我让你少喝点儿。你看，天都大亮了，你还没醒过来呢。别管他了，他一年到头清醒的日子，一只手都数完了。啊，赶紧拜神。咱们都是一条船上的，你也起来意思意思拜一拜。万一要是出了事儿，算谁呀？你别瞎说。拜！龙王保佑！龙王保佑！这破庙怎么还漏雨了呢？啊，这血呀！龙王出血了！龙王出血了！可把那几个船老大给吓坏了，他们赶忙報告了衙門，然後就發現了屍體。這座廟這麼破，平日裡也沒什麼香火，怎麼會有人來拜神呢？之前確實沒有什麼香火，近半年來，由於下游的河道淤塞，這船上不來，所以這生意就差了很多，再加上連井都枯了好幾個，他們這才想起來拜龍王。哦，根據屍體的情形看，大概死了2、3天的樣子。這死因嘛，是頭部遭重擊而死。哦，這兇器就在這裡。不過這種棍棒嘛，是碼頭裝卸貨物所用，隨處可見。據此，很難找到兇手。死者是什麼人？死者叫劉福，是這碼頭的看管，守夜的，來這兒有2、3年的時間。他一直在這兒看護着碼頭，也從來沒聽說他有什麼親人。這屍體之前就在龍王像的背後。這這個案子看似新奇，但也並非全無頭緒吧？哎呀，果然吶，不愧是人稱妖柄的李少卿啊！少卿啊，這麼些年來，這京尉是不是管得有點太寬了？就連我們刑部的案子，他也從來不放過。現如今，少卿重回大理寺，你我合力是不是挫一挫這京尉的風頭？這豈不是一件樂事？少卿要是有意的話，那此案件我就全權交給李少卿了。好了，既然如此，此案就全權交於少卿了。既然現在這個案子交到我們手裡了，你們怎麼看？既然川公是來慶生的，說不定是有人要破壞祭典，死者是他們的祭品，藏屍神像就是為了完成某種邪惡的
不足为外人道的意识。杀手，你是谁啊？他觉得自己鹤立鸡群，他是死神化身地府的使者，是勾魂夺魄的恶魔。不对呀，啊，哪里不对？他要勾魂夺魄，怎么可能给人砸死呢？不应该给人勾走吗？哎，对啊，你这一说，俺也觉得有点玄乎了。这么不精彩吗？精彩什么精彩啊？你这就是凭空瞎编。不对呀，阿里巴巴，你这怎么说到这种事儿，成语都不乱用啊？恐怕是听说的吧？我近来学习贯法之余，看了一些话本。你这个想法倒是挺新奇的，但是啊，凭空一想和推理案情还是两碼事啊。凶手是貨場裡的看管巡夜，有守衛巡查的職責，很有可能是他發現了什麼異狀，雙方起了衝突，才遭此一劫。少卿方才說，此廟是個荒蕪的所在，若非相當熟悉貨場裡的地形，必不會想到此處能藏屍。因此小人認為，兇手很有可能是個慣偷，行竊之後，被新來的守衛發現，情急之下殺人滅口，而後藏屍此處。而且木棒當作兇器，實在是不趁手，應該不是提前準備的。這個東西在貨場裡是拿來裝卸貨物用的，兇手可能就是貨場裡做工的。可如果不是為了阻止輕審，為什麼要藏在龍王像裡呢？藏屍還挖開龍王像一個洞，這不是舍近求遠見異思遷嗎？陳實，你在幹什麼？俺就是覺得龍王手裡是不是應該有點啥東西啊？是個板板，或者是應該是有塊護牌的，是龍王上表上天晴雨用的。在這兒。應該是搬龍王像的時候掉下來。少卿大人，少卿，這個貨場確實有賊，龍王像就是藏匿贓物的地方。你們看這兒，這個一定是拖拽痕跡，不積年累月是不可能形成的。而且，哎，釘上、兜扣，都是很貴的香料。這些都是很值錢的貨物。果然是慣偷，沒想到小人的猜測竟然與大人不謀而合，小人真是榮幸之至，以後我一定會再接再厲。不僅是慣偷，還可能有同夥。貨場裡有賊人，劉福在這2、3年了，他會不知道？哎，劉福監守自盜。哎，這個說的在理啊，但有待查證。這樣，你們去附近探查一下。探探這個碼頭的虛實。是。別，那俺去幹啥呀？你，這是你來大理寺之後的第一個正式的案子吧？啊，你跟着我吧。走。咱倆不呀？痛快！爹，咱來這兒幹啥呀？龍王廟裡面有一股揮之不去的酒氣，
况且酒馆客栈、扣篮妓院，消息最为灵通，是打探案子常去的地方。哦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这边。这位大哥，我想跟您打。别打着你，滚！这位大哥，我也有些。这位大哥，我有些问题呢，想跟您请教一下。干活呢，小心点儿。哎，大理寺问案。小爷头回问案，这么不受人待见啊！我也得后一会儿还得上工，多吃点啊！咋这么多人啊？别给我多点吃，那倒上。消息！掌柜的，别来消息！快，把账都记上。这边吃。好。你是何人啊？鬼鬼祟祟的做些什么呢？哎，别跑！这位官爷，这个酒是人家喝剩下的，您想喝呢，我再给您倒啊。多事，记你的账。这位官爷，小店眼下正忙，就不招待了啊。龙王庙发生了命案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啊。不就死个人吗？这么大个神都，三教九流来来往往的，死了个人很正常。我就是做生意卖酒，旁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活该呀！哎，周耗子，哎，你账还没结呢。欠着？不行，结账。什么不行？旁人都行，我为什么不行？你这明天也离家，还不让他赶快走！哎，官爷，别，哎，慢走啊！所有船长都问过了，没有任何一艘说自己丢过东西，这可说不通啊！啊，肯定有人撒谎。哎，要不我们找个外国人试试看？哎，有道理啊！你们这老乡见老乡，说不定能问清楚。走。哎，先过去吧。
啊。我现在就是那那基本上我会说出来了，那是比手还是比那是吗？是什么？给来的有，那我想了，哎，怎么说？固然是次第未饮300两。怎么说呀？他说，这艘货商的船自从半年前河道淤积以来就经常被偷，而且还专门偷价值很高的船。不过每次丢的都是9牛1毛，船主都装聋作哑。不过最近货物之前的船都尽量不来这个码头了。是这样啊？哎，他还说，前天夜里的时候，他的毯子被露水打湿了，睡得不好，起来放风，看到一艘船停靠过。不过那艘船停了不到半个时辰就离开了。回去告诉少卿，让他想想吧。还是和老乡好说话啊。让一下。小姐。哎呀，真的？这些钱，你拿去还酒账，我就问几个问题。官爷挺大方啊，谢了。我知道官爷想问我啥，不就是刘福是怎么死的吗？贼杀的。真有贼啊！贼在码头上屠户，刘福给贼看场子，人人都知道。人人都知道。对呀。那这个贼到底是谁啊？那我可不知道了。如果酒钱管够呢？官爷，您就是把这个酒铺子都给我，我也是不知道。不过，官爷，我给您打个包票，啊，这事儿在这个码头，你问谁都是一样，人人都知道，没有人人都不知道。啊？官爷，你去刘福值差的地方看看，就明白了。就在那儿敲钟的地方。啊！哎呀，河道淤了，世道不好啊，僧多粥少，干嘛不当贼呀？我就是腿脚不利索，要是利索，我也去当贼。天天干什么拾荒啊？捡的、偷的值钱呐！这谁偷了呀？咋真缺德呀？这上面原本应该是记载了什么东西的。图7那个，应该就是刚才桥中迎走所有码头工的。让。大理寺和刑部在龙王庙大肆勘查，凶手有所警觉也不为奇怪。别！谁？别！哎！别！哎！等等啊！别！让让！别！
儿哪儿都有他们，跟蒼蝇似的，轰都轰不走。走。是你。李炳，大理寺少卿，许久不见，看来你也在暗中查我呀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别动！少卿，你逃不掉了。少卿，精卫的人，这。李少卿，邱将軍，你來幹什麼呀？一早聽說碼頭發生命案，經無畏維護神都的治安，自然要來看個究竟。這剛到碼頭就看到大理寺放火性事情，大理寺有難，經無畏自然責無旁貸。少卿可是有什麼狀況？多謝邱將軍好意，大理寺有自己的職責所在，不需要經無畏從旁協助。我之前跟將軍說過，你們的手別伸太長了。回大理寺。龍王廟是藏匿贓物的地方，貨場裡有賊人，而且還是慣犯。死者劉福和慣犯有勾結之實，且被其所殺。這些都是面上明擺着的。劉福是貨場看守，監管船隻進港事宜，所以他很清楚哪艘船上的東西有價值，然後透露給賊人，從中獲利。碼頭上那些塗了白漆的板子，應該是船青牌，上面有船隻進港的信息和碼頭的船文。那些客商不但個個都不配合詢問，反而一見我們是官府的人，都很提防。貨場裡的工人也是，我還從來沒有在問話的時候碰着過這種釘子呢。酒館裡的人也是，那只有一種可能，他們都是共犯。一會兒還得上工，多吃點啊！我發現那個酒館裡賣的酒，它和龍王廟灑在地上的應該是同一種酒。這麼小的酒館，怎麼可能賣如此貴的酒？這些船工又怎麼買得起？家常老板唯恐避之不及的態度。這批酒肯定有問題。要麼是低價從盜酒者中收的，要麼乾脆是賊人存放在櫃上的。整個碼頭的人都是一夥的，那些客商不願意得罪他們，也不願意多說。貨場裡的工人有敵意，也是因為他們得到了這些賊人的好處。還有這個，一定是他們和這些賊人串通往來的證據。哦，所以那個狡猾子才說，人人都知道，人人又不知道。喝到毒了，大家的日子都不好過，所以都給賊做事了。原本他們應該是相安無事的，劉福和他們是一夥的，應該是出事那天晚上發生了什麼變故，所以起了內訌。哎，我聽老鄉說，前天晚上有一艘船偷偷摸摸停了一會兒就走了，非常可疑。那應該就是了，很可能是船上有什麼了不得的東西。前天夜裡，他們偷走了那個東西，然後起了內訌。這麼說來，船青牌被塗抹，就不是為了遮蓋他們偷竊的記號，而是為了遮蓋這艘船來過碼頭的痕跡。
少卿，那您今天追的这个人，很有可能就是凶手，遮盖传情牌的人，也有可能是他呀。很有可能，而且我始終覺得，他們應該不是一個人。如果我們的推論沒錯，這不會是一個人能完成的。哎呀，可惜啊，太可惜了。如果抓到這個人呢，就什麼都清楚了，就差那麼一點點，就差那麼一點點。不是陳氏小哥，你怎麼就那麼巧呢？直接就撲人懷裡去了，要不然……啊，隨便。剛才說的你都記下了嗎？都記下了。好，你把案件卷宗交給上官少卿，嚴明是刑部委託，我們於公告知一聲，這個案子就由明鏡堂處理了。是。既然殺人動機是和被偷的東西有關，那你們不妨去查一下贓物可能的去向。我去查查那艘船的來歷。去吧。是。怎麼了？對不住了，兵爺，都是俺。要不是俺，說不準能抓住那個犯人。你也想太多了吧？事發突然，誰知道會發展成這樣？不是，就是俺太笨了，學啥也學不明白，反而給人添亂了。只要肯學，肯定能學明白的，別總是妄自菲薄。兵爺，俺還有活要幹，俺先走了。哎，今天真是可惜呀！要不是陈实，那算了。这陈实啊是个好人，就是腦子不大靈光。陳實啊，確實是個好人，就是身手還不大敏捷。陳實是個好人，但就是對自己還不夠狠。陳實心善，但算術不善。那少卿為啥把他留在身邊呢？就因為他是個好人？可能習慣了。我們以前軍中啊，有一個將領，就願意帶着一個用得順手的副將。這個副將呢，可能武藝謀略平平，但是畢竟跟着他的時間久了呀。或許是機緣，歪打正着。客官，大理寺少卿還會闖空門嗎？你不怕你一轉身，我一刀殺了你？因為是你請我來的，還你。受了傷就別喝酒了吧。
我们胡人喝了酒好得更快。刘福是你杀的？不是。那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货场？李少卿怎么想？货场里有一批贼人，常年偷盗往来货物，因为某件东西发生了内讧，导致了命案。你们胡人有自己的营生，不可能参与码头这种营生，那就是和被偷的东西有关。哎，传青牌中那艘被抹掉的船，是你的呀？不是，只是船上有我要的东西。那样东西本来应由刘福送到我的手上，可是他没来。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原来他死了。我去货场只是为了看看有没有什么留下的線索。刘福是貨場的看守啊，很多走不了冠冕的東西，的確可以經由他的手。你丟的是什麼東西？劉福有可能因此而喪命。哎，那東西很值錢嗎？你肩上的傷是今天在碼頭受的，那就是撞上了塗抹傳青牌的人，傷你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兇手了。他們人多，不然我絕對不可能傷在他們手裡。看清楚他們長什麼樣子了嗎？沒有。你到底被偷的是什麼東西？沒必要讓我把你帶回大理寺，然後嚴加審問了吧？那你便不會自己一個人來了。那你至少告訴我，這件東西和你要找的假字頭，也就是一枝花，有關係嗎？是你朝我來的，有求於我就直說嘛。你受了傷，很難自己去找，我可以幫你去找，而且物歸原主。但是，你到時候得告訴我，你為什麼要找一枝花，以及我更想知道，這件東西和一枝花有什麼關係？如何？哼，那便要看李少卿的本事了。一言為定。方位上的應該是在你家北邊，屬木啊。這北邊，任讓，哎，北邊的木匣子你找，肯定在。哎，正好找你呢。你等會兒，你看一下那個木匣子或者陶罐裡面有沒有，你去找，保證有，沒有你來找我啊。好好好，好，謝謝啊。正找你呢。啊，有信。啥呀？啥信啊？你到我這兒日思夜想是要找什麼呀？找安哥。安哥有信兒了。方才呀，有人到這兒來算卦，找人，找陳實。我一打聽，哇嚯，他是替陳九給你送信的。真的呀？收了他30文，不過分吧？哎呀，真的呀！俺找到俺哥了，俺得給兵爺說說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慢點兒。兵爺，俺找到俺哥了。這興高采烈的樣子真好。算卦了，算卦了啊！兵爺，怎麼了？出什麼事了？俺哥，你找到你哥了？啊，海某，俺哥來信了。有人在岳先生那兒給俺塞了封信，說是俺哥給俺了，快把俺瞧瞧。寫的啥呀？師弟，一切都好，勿念。陳九。
没别了。没别的了。俺问过袁先生了，送信的就是个普通的汉子，所以没太留意。俺本以为俺拿着这个信找秉业，秉业就能把俺找着这个送信的人，他肯定知道俺哥住哪儿。找到你哥以后，打算怎么办啊？俺总得看情况吧。俺哥要是安生，过来还不错，俺就跟他一块儿。不在大理寺了。俺太笨了。你别总是妄自菲薄，你真的适合在大理寺的。别，到时候再说吧。能把俺找着这个送信的是谁吗？这真的就是一张普通的信纸，我也看不出来什么。那俺能搞个价不？反正俺在案子里一点用都没有。眼看俺哥有信儿了，俺想，要是你执意如此，那去吧。多謝秉業，俺走了啊。让一下，请让一下。赵华子，少卿，有人在这儿发现他了，是钝器重击致死。这个伤口和以前刑部仵作记载的那个刘福的伤口非常的近似，我怀疑凶手可能是同一个人。走，去他住所看看。把他抬走吧，麻烦二位。为何要杀一个叫花子呢？孙豹，许是他揭露了货场的内情，和少卿说了许多话，所以遭人报复。穷凶极恶，冷酷无情啊！但他说的不过是人人都知道的事，凶手应该另有所图。他是来找东西的。找东西？你们看啊，那些瓦片被叠放得很整齐，而且明显有被擦拭过的痕迹。先前这个屋子，应该不是如此杂乱，是有人闯入之后翻找一通后，才变成我们眼下看到的样子。一个叫花子哪来这么多银钱？这是我昨天问话时候给他的。哦，但既然凶手分文未取，说明不是为了图财而来。他以拾荒为业，腿脚还很不方便，那他的拾荒范围应该就在这附近。拾荒一般是半夜或者清晨，那这和窃贼行动的时候吻合。喝到鱼了，世道不好啊，僧多粥少，干嘛不当贼呀？捡的哪儿有偷的值钱呢？不妨大胆猜测一下，凶手要找的，可能就是那天被偷的东西。少卿的意思是，那晚导致窃贼内讧继而杀刘福的东西竟然又丢了，还被这花子捡到了。是个什么东西？祸不单行，已经2条人命了。哎，上官少卿。李少卿，我正要找你聊聊案子的事。崔贝交给我的卷宗我已经看过了，已然心中有数。只是这次这个案子，
金无畏又要插手。为什么？这次还真不算他们从中作梗。神都漕运亦在他们管辖之内，接连出了人命，码头人心惶惶。他们过問不算逾矩。这个案子是大理寺名正言顺从刑部手里接過來的，無論如何，不能讓金無非插手。那要是刑部頂不住呢？這樣吧，既然李少卿心意已決，我們大理寺無論如何應當一致對外。要是邱慶之過問，你我之間互相推諉，先應付着。破其案，我可能確實不如李少卿，但是在神都和這些人周旋，恐怕李少卿也不如我。多謝。哎，商管少卿真的是兩面三刀。明鏡堂這一次可要抓緊破案了，遲則生變。這次大理寺無論如何要給邱慶之一個下馬威。有勞上官少卿。告辭。怎麼感覺上官少卿不一樣了呢？啊，感覺上官少卿是跳着走的。看來上官少卿不僅喜歡聽響，還喜歡跟金無畏作對。啊，所以上官少卿最喜歡的應該是大膽邱慶之，你可知罪？知罪。喂，案子查得怎麼樣了？回大人，我們幾個在貨場周邊的當鋪貨站查了一下，但是可銷贓的途徑太多，暫時沒有查出什麼。我們只能讓寺中的同僚司職幫忙知會了周邊的當鋪。如果遇到了典當的船工或形跡可疑之人，務必要留心。幹得不錯。還有，我們發現為了提防工人動手腳，貨場日常下工時都會對工人查驗，防止他們夾帶。這樣一來，就算工人們真有關頭，也很難自己將贓物運走。你是覺得他們可能會有同夥，幫助他們轉移贓物？所以我們有一個計劃。當下這個案子之所以沒有線索，是因為貨場中的工人有意包庇。不如我們混進貨場，再去調查。這個主意會不會有點冒險？你們都在貨場露過臉，不太方便吧？少卿大人，就等您這句話呢。您等一下。你還會這一手啊？得是你呀！這不是一直沒逮着機會嗎？少卿大人，我這個主意絕對行，你就讓我們試試吧。哎，就魚目混珠啊！魚目混珠，深入敵後，將計就計，而且我也算是個秘密武器。還有少卿，以我做斥候的經驗，只要一張純生臉，人數一變，對方很難發現。少卿大人，您就別猶豫了。這個案子要是再拖下去，又讓金無畏的人給搶走了。好，那咱們就先按照你的主意來試一下。好，哎，崔偉，你也去知會一下上官少卿，請他到時候多多照應。是。哎，少卿，陳氏呢？啊，陳氏這幾日告假，這個案子事態緊急，你們幾個去就是了。是。
你呀，现在是没穿官服，待在那儿也确实不影响我做生意。可这么杵在那儿也不是个办法吧？哦，对不住。哎呀，你不办公务了，不上課，不考試了。哎呀，他们都忙着查案子了，俺也帮不上啥忙。那你怎么不去啊？俺去了也是帮倒忙。你呀，现在这样一点官爷的样子都没有。俺本来都不是大理寺的人。你也不是当初我看到的那个乡下穷小子了。袁先生，你真来不记得是谁送来信吗？那光景天都快黑了，谁看得清啊？哎，不过我感觉啊，他倒像是个老实人，我感觉。老实人？嗯。大哥！哎呦，是你呀，官爷！哎，是你收到了吧？这是你送的信啊！俺哥去哪儿了？我说你长得面善，我回去才想起来，原来我认识一個走商，老找我买水的。你跟他長得確實像，我回頭找他這麼一問呢，才知道他就叫陳九。哎，我跟他說你弟弟找你呢。哎呀，他高興得不得了。哎，這不，他急着出城做買賣，這才讓我給你先捎個信兒。哎呀，真的呀？這還能有假啊？哎，大哥，俺哥住哪兒啊？能不能帶俺去看看？俺認個門。好說好說。來走，我帶你去。你拉着，俺在後邊推啊。好嘞。走。哎，等，袁先生，俺先去找俺哥，都先去算了卦，俺先走了。我的感覺一向不是很準的，多加小心啊。沒事，還信你。俺找俺哥去了啊，大哥。哎，來，走，來走，1、2，走。三挂来，来，拿完牌子往里走。好，把里边那个貨架往里挪啊，往里挪。哎，来里邊那個箱子，往上搬。哪兒？拿完牌子往里走啊！來，過來。哎，你的進去吧。哎，給。往這邊走來，哪兒？走啊！來，下一個。來，拿完牌子往里走啊！哪兒？謝謝。給。過來，來往里走啊！往上搬，箱子往上去啊！放了啊！慢點，走，快點，過去！沒長眼睛，快走！下邊給我注意點啊！哎，好。在哪兒呢？麻利點啊！怎麼回事啊？在這幹嘛呢？箱子都往出搬啊！慢點，走麻利點。让我去了。收工了，都下來吧。來了，快點啊！排好隊，別着急啊，一個一個來，哎，一個一個來，排好隊啊。下一個。怎麼就3文錢？快點，後邊排隊，別急。太少了吧，就能買3個饅頭。一個一個排好。大爺的，我像個驢一樣幹了一天，就掙這點錢，還不如幹上一票呢。先生啊，別幹，滾蛋！不是，你們這貨場不淨說是好買賣嗎？你們就沒幹過嗎？趕緊的，下一個。走，喝酒去。走。來，跟上啊！跟上，好吧，都別急啊。下一個。
的酒，最好的菜，都往这上啊！乖，别上挡。到了。那家伙人傻钱多，你多算一下也不打紧，明白了吗？慢点，慢点，来，哎，大哥，哎，慢走。老板，那个胡瓜哪条船上的呀？我哪知道在哪条船呢？你去河边看看船情牌去呗。船情牌？河边的，去河边上看。多谢啊！哎，哥慢走。来，来。没想到你们还做了这么一出戏，挺有意思。这是王熙的主意。若是那些盗贼真能上钩，我们从旁支应即可。人我都替你带过来了。对了，今日陈实怎么没有跟你一起过来？他有些私事，告假了。我看他也得歇歇了。上官守情什么意思？你们可没轻练陈实啊！虽然要入寺考核，但是顶香扎马步、顺口溜、鸡兔同笼，特别是阿里巴巴，认字而已，何必动刑？当然，这是你们明镜堂自己的事，我不该多嘴。哎，两位少卿，阿里巴巴和孙豹上船了。怎么是你？胡四呢？胡司职的意思呢，是二位少卿都不在，总要留一个司职照应着吧。难得胡四没有抢功，还算周全。看来李少卿来了之后，我手下的人也跟着长进了。上官少卿，别说笑了。可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他们这个货场啊，肯定有他们不成文的规矩。咱们这么干就是坏规矩，他们不可能坐视不理，一定会有所动作。只要他们今晚对阿里巴巴的船下手，那就是瓮中捉鳖。可他们要是对你我下手呢？那怕什么？他们再怎么下手，能抵得过您老人家出手吗？你觉不觉得这里有蚊虫啊？啊？没觉得呀。我好像被咬了。啊？哪兒？啊？这是坏了！你怎么对自己出手了？哎！小郎，尔等宵小，快把你解放了！你可知我们是？官差，想设套让我们钻，未免把我们想的也太简单了。这种捉探子诱敌的伎俩，简直就是小把戏。别动，你也动不了。你当过兵吗？你怎么知道？
你这绑人的手法是军中人用的，知道的越多，死的就越快。你们杀了刘福，杀了始皇的叫花子，现在还敢杀官差？杀一个也是杀，杀多个也是杀。打仗的时候我们也没少杀，咱哥仨的命都是捡回来的，还差你几个官差啊！你们人美圣贤，衣冠禽兽。你们既然能识破我们作伪的方式，证明你们平日里看的不是传情牌，或不只是。你们还有别的联络方式？你们一开始就猜错了。怎么就猜错了？想当明白鬼啊！快说！还是糊涂点好。走。我们怎么办？回来啊！回来啊！你们回来！你们回来啊！快堵上！堵上他！闪开！进屋吧！哎，大哥啊！大哥啊！哎，陈师啊，我们紧走几步，马上就到了。不，对不住啊，大哥，要不下次吧，或者之后俺得过去看看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一让。少卿，我们的缆绳好像被人割了，船飘出去了。不好！闪开！进屋吧！闪开！拉他们上来。让！哎，不是，这是你怎么才来呀？这要是岸上有人接应，我不至于这么惨的。俺来了也没用啊！料胜于无啊！你别听他们说，他们就是心情不好，拿你撒气呗。你们怎么支应的？把金无畏的人都支应过来了？不是少卿，金卫原本就有许多人一直穿着兵役守在这儿，咱们这刚一有动静，他们火把就全点起来了。邱将军一眨眼就到了。木已成舟，眼下就看少卿怎么说了吧。李少卿，事到如今，这货场的案子总该交给金无畏接手了吧？此次能救下你们明镜堂众人，也是举手之劳，不用言谢。守株待兔，将軍好計謀啊！那是因為相信你，不會放任任何一樁案子遲遲不破。當然了，也是為了碼頭的治安考慮，所以暗中派人巡護。既是如此，這幾名賊人我可就帶走了。帶走。走吧。你来幹嘛呀？不是找你哥去了嗎？俺看見碼頭有光，就過來看看。
冰爷，俺找着俺哥了。找到了。是啊，一个推着水车四处卖水的大哥，他在袁先生那儿给俺留了信儿。他姓陆，认识俺哥，还知道俺哥住哪儿，就在附近的巷子里。那你打算离开大理寺吗？俺哥在城外做生意，等过2天他回来再商量吧。也好，既然找到你哥了，以后凡事自然都与他商量了。或许大理寺对你来说过于苛刻了，毕竟当初是我执意要把你留下的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俩有缘。我身边也的确需要一个你这样的人。但我终究不能太过独断专行。今日明镜堂之事，就是我冒进之过。既然找到你哥了，想走就走吧。别，你这是要赶走啊？哎，你可是……你们几个也是啊，也都好自为之吧。神，东西去哪儿了？是。说吧，东西在哪儿？少卿大人，少卿大人，少卿大人，少卿，我刚才想过了，是我的主意出了问题，连累了大伙儿。案子的事儿不怪少卿您，也不怪陈实。我也是，练得太狠了，香太粗了。鸡兔同笼是我的兴趣，或许对陈实来说未必有益。偷选两锥刺菇，我是吓唬他的，有点小题大做了。少卿，我们去劝劝陈实吧。不怪你们，陈实来沈都本就是来寻亲的，阴差阳错卷入了种种意外，才来到大理寺。我觉得他是可造之材，但终究是揠苗助长了。他想干什么，就由着他吧。是。这，
大伙儿，姐，恁那个靴子已经刷干净了，给你放那儿了。啊，宝爷，恁那个练功服，俺也给你补好了，也给你放那儿了。崔爷，对不住啊，你那个脊柱通融的问题。俺还是没全弄清楚，让俺再想想吧。啊，不过，恁那个硬黄纸，俺给你搁上面了。啊，爸爸，那个描红本俺带着了，啊，这样的带上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包子的方子，俺也给猜出了。爹，你往后多保重。那个口痰给你搁屋里了。陈氏，你真的要走啊？啊，俺想好了。要是找到俺哥，俺都跟他说，俺靠自己的本事再考回来，考回来。啊，对了，那个俺在码头的时候看见这个东西给捡起来了，俺也不认字儿，俺觉得对破案子有帮助。这东西你在哪儿发现的？啊，就在码头栏岸边，在个缆绳上。哎！啊，真没想到啊，少卿这么感性，他应该是不愿意让你看到他脸上的淚水。对，陈氏，你早些回来。啊，走了。邱将军别来无恙啊！原来不请自来是这么一种感觉。两位大理寺少卿一起来访，是为了谢昨日之事吗？同朝为臣不足挂齿，举手之劳罢了。昨日之事多谢了，今日前来是有些事情想問清楚。這支斷劍昨日是在岸邊發現的，我還奇怪，即便他們能看破亡妻的偽裝，又如何做到未卜先知，提前斬斷了大理寺支引傳旨的纜繩？若是他們有這樣的本事，又何必等賊呢？李少卿是什麼意思啊？大膽邱慶之，你竟敢夥同公賊劫持大理寺官員，阻止刑部與大理寺辦案，
知法犯法，滥用职权，你该当何罪？少卿大人，过了。闭嘴！我跟你说话了吗？上官少卿又是何意啊？我自然不会跟邱将军这么说话。我相信邱将军不过是怕审案之权旁落，才会出此下策，放冷箭。我只是怕有些人在兵部尚书、刑部尚书面前搬弄是非，将这么重的罪行押给邱将军，那可就不好了。上官少卿是兵部尚书的千金，自然近水楼台。知道你还敢惹我？既然金吾卫已经审了一夜了，那之后便交由大理寺来审吧。此事就此作罢，如何？实不相瞒，这几个罪人已经死了。什么？他们对盗竊杀人供认不讳，只是不堪用刑，不治而亡了。两位少卿若是不信，可以亲自去看看，尸首就在外面。胡思，是。那口供呢？正好，这是他们所招的口供。刚刚我已经看过了，他们的口供实在无趣。这几人都是国战之後退伍的老兵，回到神都之後沒有什麼生計，在貨場裡討營生，一步步墮落至此。兩位少卿若是需要可以拿走，此案對於金吾衛而言已經完結了。若是大理寺還能查出什麼，與本將也沒有關係。謝謝啊。还真有點不對勁。平時裡裡外外的倒還好，這人一走啊，感覺心裡空落落的。我總有一個預感。什麼預感？陳氏很快就會回來。真的假的？你不會預感陳氏要遇害吧？哎，童言無忌。呸呸呸！這就是俺哥住的地兒啊，不錯。不過，俺哥在神都過了個真苦啊。在外討生活，這也都正常。啊，對了，這個是你哥留給你的，說太貴重了，存在當鋪了。另外半張當票在老闆那兒，到時候老闆把兩節對在一起。就會把東西交給你了。哦，他這一去啊，要好幾個月，可能是給你存了錢吧，怕你在神都沒生計。哦，哎，大哥，要不這樣吧，你跟俺一塊兒去。哎，你忙前忙後，俺怪不好意思了。俺也沒啥別的東西給你，要真是錢，俺到時候分你一些，咋樣？這怎麼好意思啊？那俺就先去了。去吧，去吧。謝謝大哥。少卿啊，咱們怎麼又回這兒了？怪瘆人的。這三名公賊已死，我看了他們的口供，他們對自己殺人越貨的是供認不諱，但是至死只字未提東西在哪兒，是何人幫他們運貨的？一切都是從這兒開始的。此
自然也只能回到这儿了。我们被那几个公贼抓住的时候，他们也说，我们一开始就差错了。一开始就错了。货场的人，因为怕有人做手脚，所以查得很严。他们需要专门的人来负责运货，运到龙王巷里面。要想不为人知的把东西从码头运走，他既要能出现在货场，又不能是货场的人。他一定要有一个可掩人耳目的身份或者名声。会是谁呢？河道淤了，世道不好，这船上不来，所以这生意就差了很多。再加上连井都枯了好几个。卖水的人，水井干枯了，他们需要去码头取水，然后运出去卖。还有，船青牌上的标记只是障眼法，实际码头上的人偷窃是有别的手段联络，我们也是因此才暴露的。这不是沪牌，这是水牌，他们是通过水牌联络的。俺就是觉得龙王手里是不是有点啥东西啊？没想到陈使当时随口一说，竟是画龙点睛。一个推着水车四处卖水的大哥，在袁先生那儿给俺留了信儿，他認識俺哥，還知道俺哥住那兒，就在附近的巷子裡。壞了！老板，这位客官干什么？哦，你可见过这个？老板，你这个荷包看着真眼熟啊！稍等一下。大哥啊，你咋还给这儿了呀？哎，陈使，这木盒子里的东西你看了吗？还没了，锁住了，打不开。哎呀，怪我，你哥给你留了钥匙，我刚才忘了给你。哎，你把木盒子给我，我帮你打开吧。怎么了，陈使？你的荷包和当铺老板的荷包是一对儿了。如果东西真的是俺哥放了，俺哥咋会和你用差不多的荷包？这荷包相似，很正常。不对，你刚才说过，你的荷包是你阿娘绣了。你真的认识俺哥吗？如果没别的事儿，俺先走了。